你好，我是阿里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些有关狗狗币和比特币的最新资讯。那么节目的后半部分，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和狗狗币到底它有没有价值。在开始话题之前先回答一下网友的一些问题。很多朋友留言问我一些我从来就没有听过的一些加密货币，名字呢也是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，有一些也是吹得很厉害。那么我今天一并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疑问啊。那么目前除了比特币和狗狗币，其他的我都不了解，我也不想去了解，未来会不会我不知道，反正目前我全仓的是狗狗币。那么原因呢，我会在最后面告诉你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比较搞笑啊，我在朋友圈里面连续发了几次我做狗狗币的这个视频的链接，我发现有几个朋友拉黑我了，甚至其中还有一个我大学时期的女神啊，我跟她还约会过。那么天哪，真的是现在我觉得当年没有跟他在一起是多么的明智啊。那么这个月呢，正好是我跟我老婆在一起10周年的纪念啊，这个月那么其实选伴侣呢也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啊。我跟我老婆几乎我们两个是同时在学习，同时在进步啊，有点扯远了。好，我是阿力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，我的频道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，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或打开小铃铛，那么下次我在更新视频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。另外预告一下，这2天我会出一期移民相关的视频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上次节目提到马斯克发推文自称自己是狗狗币教父，那么今天福克斯商业电视台报道说，推文发出后有个匿名大佬投资了110亿美元进场买了狗狗币。那么节目主持人采访了2个专家，专家们对狗狗币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无限量供应的这个层次。那么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无限量供应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。那么它每年的通胀率只在 5%，20年后的通胀率变为 2.5%。而且呢，正是因为无限量的供应，那么普通人才有机会买得到狗狗币。如果都像比特币一样限量的话，那么大家想一下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比特币全部跑到富人的手里去了，那么普通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富人去竞争，那你拿什么去竞争呢？你比不过富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狗狗币的无限量供应正是它的这个优点。福克斯商业电视台说，可能这110亿美元的大单就是马斯克自己买的。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关心到底是不是 Elon Musk 下的这个大单，我们小散们能做到呢，就是抓住这一次机会，让大富豪们、大佬们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抬起来。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买进，然后拿住。几年之后，你再回头看看今天的自己，你一定会非常感谢现在的你自己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比特币的一些资讯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他买进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这件事情。那么前几天爆出来，他又给卖掉了。其实买进比特币的除了特斯拉还有我们熟悉的美图秀秀。那么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，全球已经超过20家上市公司持有了比特币。根据加密货币数据分析平台 CoinGecko 统计数据，目前全球持有比特币的上市公司一共有22家，共持有超过18万枚的比特币，总市值呢超过 97.64 亿美元，包括摩根士丹利、特斯拉、支付巨头 Square 等等。那么我们说到这里，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，比特币已经慢慢的被这个世界所接受。你看这个华尔街的这些机构已经进场了，那么比特币涉及的这个面积是越来越广。那么至于比特币能不能被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所接受，主要呢还是要看使用者们的这个投票。那么作为一般的这个等价物，货币的发展都是使用者投票的结果。那么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2战之后美国的经济的迅速崛起，那么战后呢，大家就投票给美元，所以说美元才有了全世界的统治的这个地位。又比如说前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大家就越来越多的投票给中国。那么再比如说日本，那么日本的经济在长时间的横盘，那么政策预测性高，一遇到问题大家就投票给日元用来避险。那么还比如东南亚、拉美这些国家，经济波动性大，投机者就喜欢利用美元周期投票给这些货币，快进快出。那么目前很多公司进军比特币的目的也
是一个规避风险。那么为什么规避风险？规避什么风险？我之前也讲过啊，就是疫情期间各国政府滥发货币带来的这个通胀的风险是越来越大。那么正是因为目前全世界接受比特币价值的人这个越来越多，比特币才有了数字黄金的这个称号。那么华尔街的很多大公司啊，正在慢慢的进场比特币，理由呢只有一个，就是比特币的市值它到了一定的数量级。目前比特币的市值呢在1万亿美元，那么机构是可以逐步慢慢的进场建仓了。而狗狗币的市值呢，今天看依然在433亿美元，那么机构还不敢大幅度的进来，他们只能一小笔一小单的进来。理由呢，我之前也讲过，就是池子太小，这么小的一个池子，你突然扔一块大石头进来，那么这个溅起来的这个水花呢，就会无比的大，带来的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，非常有风险。所以一句话，狗狗币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，还是说狗狗币的这个市值低，价格太低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比特币和狗狗币到底它有没有价值。众所周知啊，比特币和狗狗币都是挖矿挖出来的，对吧？大家都听过这个哪个矿工公司，他们就用来挖矿。那么挖矿需要消耗什么呢？电力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能源，这些能源最后变成了数字的货币，也就是说从实物的这个电力能源它变成了数字的货币。那么表面上一看，这不是猪篮子打水一场空嘛？就是你平白无故的把这个电力消耗在挖矿上面，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呢？那么我们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啊，那么电力能源是一种能量，那么能量呢没有丢失，能量在物理学中的定义是允许完成工作的东西。那么因此，既然可以通过支付货币让某人完成某项工作啊，我们可以把钱也看作是一种能量。货币中蕴藏的能量可以看作是经济能量，经济学家称经济能量为价格，并用美元、欧元或者是人民币来衡量它。那么既然钱是能量，就适用能量守恒定律，能量不可以被创造或者是被消灭，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，还是依然存在的。那么简而言之啊，能量从电力转移到了数字货币，成为了具有经济能量的东西。所以你说狗狗币和比特币，难道他们就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吗？他们其实是具有支付能量的一种货币，只是一种数字货币、加密货币而已。那么另外，比特币和狗狗币的背后啊，其实它并没有任何的一家公司或者是组织在运营它，它属于实打实的无主货币。那么比特币只有一个匿名的开发人员叫中本聪，他持有了100万个比特币，那么其余的2000万个比特币呢，都会属于全世界。和比特币不同的，狗狗币它背后啊，它没有创始人持有大量的这个持仓，那么2个创始人都离开了团队。那么狗狗币在没有团队维护管理的情况之下，它存活了8年，可见其顽强的生命力，就像野草一样。跟比特币同时期出现的大概有2000多个山寨币，目前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很多人创立了韭菜币啊，都有着同样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割韭菜。那么有几个人会像中本聪一样，带着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的这个目的去创造一种币呢？也就是我开头说的，我不想了解除了狗狗币和比特币之外的任何的加密货币。那么这些币的背后都是一个个贪婪的人，一个个贪婪的公司。那么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有贪婪的这个人性在内啊，那么你就会跑路。你仔细品啊，你慢慢去品啊。好，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阿力，同时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啊。马上啊，我这个订阅就要过万了，等于过万呢，我就打算做一期直播，咱们实时的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啊。愿你和我共同进步，一起发财 ，peace。